在这个光影交错、情绪被无限放大的时代，总有一些瞬间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仿佛时间停止了，世界只剩下一种凝视，一种执念，一种无法言说却又真实存在的情感。而那一天，当两位少女，其中一位是气质清甜却又带着独特锋芒的谭松韵，为方婉之拍摄那组艺术写真时，这样的瞬间悄然诞生了。镜头之下的方婉之仿佛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而是一种被精心雕刻的存在。光线落在她的脸上，不是简单的照亮，而像是在刻画一段故事。她的眼神原本就带着温柔与神秘，而在那一天却多了一种说不清的张力。可奇妙的是，站在她身旁的那位女孩，她的目光却更加锋利，仿佛能穿透一切虚假与伪装，直达灵魂最深处。人们常说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但在这组照片中，眼睛更像是某种武器。他的目光不只是看着方婉之，而是锁定她。那种专注带着一点占有欲，又夹杂着无法隐藏的欣赏与沉迷。如果说方婉之的美是柔和的月光，那么她的眼神就是划破夜空的流星，短暂却耀眼，甚至带着危险的吸引力。有人在评论区写道，她的眼睛比婉之还要锋利。这不是夸张，而是一种真实的感受。那种锋利不是冷漠，而是太过认真，太过专注，以至于让人无法忽视。更让人无法忽视的是她的手。在那些照片中，她的手似乎总是紧紧贴着方婉之，不是刻意的动作，却显得异常自然，仿佛那只手本来就应该在那里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她的手像是粘在婉之身上一样，但如果仔细去看，就会发现那不是单纯的肢体接触，而是一种下意识的依附。她没有刻意去表现亲密，但每一个细节都在透露她离不开他。这种感觉甚至比直接的表达更让人心跳加速，因为它真实，因为它无法伪装。而真正让人震撼的是她的状态。在拍摄的过程中，她似乎完全沉浸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。那个世界很小，小到只有一个人，方婉之。她的注意力，她的情绪，她的所有反应几乎都围绕着她展开。有人调侃，她的大脑是不是只用来想婉之？听起来像玩笑，但却带着某种惊人的准确。她不看镜头，她不在意周围的人，她甚至不在意自己是否被拍摄。她在意的只有眼前的那个人。这就是这组照片最迷人的地方。它不仅仅是艺术写真，更像是一种情绪的捕捉。不是刻意设计的构图，而是情感自然流露的瞬间。摄影师或许按下了快门，但真正创造这一切的是他们之间那种无法定义的关系。有人试图给它贴标签，友情、欣赏、迷恋，但似乎都不完全正确，因为它太纯粹了，又太复杂了。它既温柔又危险，既靠近又带着距离。而方婉之 herself，她本人在这样的目光与触碰之中，似乎也发生了变化。她不再只是被拍摄的对象，而是逐渐成为情绪的中心。她的每一个表情，每一次呼吸，都会引发对方的反应。她的存在被无限放大。有人忍不住发问，到底是谁创造了方婉之？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，却又深不可测。是天赋？是环境？还是那些注视他的人？也许一个人的魅力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，而是在他人的目光中被不断塑造、强化，甚至重生。当我们再次回看这组照片时，会发现一种非常微妙却又无法忽视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。最初，我们的目光几乎本能地被方婉之吸引，她的气质，她的轮廓，她在光影中的存在感，仿佛天生就是画面的中心。然而，随着观看时间的延长，一种视线的偏移开始出现。我们开始不自觉地去寻找那个一直注视着他的人。他的存在起初像是背景，像是陪衬，但渐渐的，他却变成了解读整组照片的钥匙。他的眼神不再只是附属，而是主导。他如何看方婉之，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方婉之。这种关系极其罕见，却又极其真实。
心理学中有一种现象叫镜像投射，人们会通过他人的目光来确认自身的价值。而在这里，这种投射被放大到了极致。方婉之之所以如此耀眼，不只是因为她本身的魅力，更是因为有人用几乎执着的目光在不断强化她的存在。那种目光不是普通的欣赏，而是一种带有选择性的偏爱。她的视线不会游离，不会分散，甚至带着一点点控制欲。她在用眼神告诉整个世界，在她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焦点。而观众恰恰被这种唯一性所吸引，因为在现实中，我们很少成为某个人绝对的中心，我们习惯被分散、被忽略、被平均对待。而当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极端的专注时，会本能地产生共鸣与渴望。于是，这组照片不再只是视觉上的美感，而成为一种情绪上的投射空间。我们在看他们，也在看自己。如果说第7部分讲的是视线的转移，那么第8部分则是对这种情感本质的进一步拆解与放大。真正让人沉迷的，从来不是表面的亲密，而是那种无法解释的强度。这组作品之所以反复被观看、被讨论，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华丽的构图，而是因为它捕捉到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状态，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如此完整的占据。那种感觉不是简单的喜欢，也不是普通的依赖，而更接近一种精神上的锁定。他的注意力被吸走，他的感知被重构，他的世界被简化。复杂的现实在那一刻被压缩成一个名字，一个人影，一段呼吸。这是一种危险却迷人的状态。危险在于它太极端，太容易让人失去边界。迷人在于它太纯粹，太接近人类情感最原始的形态。我们之所以被吸引，是因为这种情感在现实中越来越稀缺。在一个信息爆炸、关系碎片化的时代，人们的注意力被不断分散，很少有人还能长时间、无条件地专注于一个人。而当这样的情绪以如此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时，它几乎像一种反常现象，让人无法移开视线。所以，当我们问出是谁创造了方婉之这个问题时，其实我们已经隐约意识到，也许真正塑造他的不只是他自己，而是那个始终没有移开目光的人，是那种执着，是那种偏爱，是那种几乎不讲道理的专注，让他成为了特别的存在。而这也正是整组作品最深层的魅力所在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花束。如果你也被这段充满张力与情绪的故事所吸引，欢迎点赞、分享，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你觉得他们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？别忘了订阅频道，开启通知，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，亮光闪烁。